博尔特的启蒙教练竟然是一条名叫布朗尼的狗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博尔特小时候生活在牙买加一个贫困的村庄，那时的村里还没有水管，农民们种地浇的水全靠人力挑。博尔特8岁时，父亲很贴心的把挑水的活安排给了他。家里总共有4个储水的缸，每个缸要用12桶水才能装满，木头很沉，装满水更沉。博尔特每天要跑48个来回，才能把家里的4个大水缸装满。那段时间，小博尔特累得苦不堪言，连跟小伙伴玩板球的时间都被占用了。尤其是父亲在家时，他连偷懒的时间都没有。于是聪明的博尔特决定一次挑2桶水，这样只需要24个来回就能完成任务。可双倍的重量让他苦不堪言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他猛然发现自己的体能更好了，手背和腿更粗壮了，装满水的时间也大大减少。博尔特的父亲对他很严厉，只要他在家时，博尔特就必须要把水桶装满。但当他不在家时，博尔特则会和母亲撒娇，偷偷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。博尔特的父亲有一辆老式的摩托车，每次偷偷出去玩耍的博尔特听到父亲的摩托车声，就会丢下玩物，撒腿往家里跑。通常他都能在父亲之前赶到家中，有时候偷偷溜到朋友家玩，恰巧离父亲回家的那条路比较远，想听到摩托车声就很难了。于是博尔特就会带上家犬布朗尼一起出门。狗的耳朵要比人的灵敏很多，每次听到摩托车长途奔袭而来之时，布朗尼的耳朵就会早早竖起来。在它蠢蠢欲动时，博尔特就知道要冲刺了。狗子竖起耳朵意味着静候枪声，汪的一声代表枪响，老爷子进村了，跑，快跑！随后一人一狗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回家，周而复始。布朗尼竟成了博尔特儿时练习耐速的启蒙教练，只要他发起命令，博尔特就会拼了命的跑回家中。这是一场改变博尔特命运的比赛，是博尔特从普通运动员向短跑巨星进化的开端。2002年金斯顿世青赛，15岁的博尔特以东道主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。世青赛的男运动员年龄要求是20周岁以内，博尔特的年龄并不占优势，在当年世界排名前20的青少年选手中，博尔特仅排名第6。很多夺冠种子选手都是18、19岁的年龄，这就相当于校运会初2的同学和高3的同学同场竞技，想要夺冠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博尔特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，强大的对手和主场的压力一度让他产生退赛的想法，但博尔特妈妈的一席话却让他改变了主意。维奇，只要你全力以赴了，无论最后跑得怎么样，我们都会欣然接受，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。博尔特拭去眼泪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妈妈告诉我要做的事儿，我就一定努力去做。他的训练比以前更加认真了，之前他要扛住的是母校万千师生的期望，但这次是整个牙买加。看台上数万观众齐声呼喊着博尔特的名字，他是当晚晋级男子200米决赛唯一一个牙买加人。很显然，这些人都是为他而来。在女子组的夺冠热门安内莎的决赛中发挥不佳后，博尔特成为了牙买加本届赛事唯一有机会获得金牌的本土选手。面对的一群比自己大4、5岁的对手，博尔特紧张到穿错鞋子，整个人几乎都石化了，动都动不了。比赛枪响后，博尔特的反应是全场最慢的，而当他冲出起跑线的那一瞬间，一切都变了。匹队无穷的能量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。Christian going very well. Christian on the outside. Here comes the same boat to Jamaica. Takes leading at 200 meter, heading towards the gold medal. Usain Bolt is a world junior champion. 15岁的博尔特赢得了人生中第1个世界冠军，成为世青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，全世界都疯狂了。他接过一面牙买加国旗，就像迈克尔·约翰逊一样披在肩上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绕场一周。这场比赛过后，博尔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田径明星，成为了世界体坛最具潜力的新星。而更加重要的是，博尔特通过这场比赛获得了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。普通人会在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的舞台上惊慌失措，但那些世界顶级的短跑巨星会因为拥抱这种重压而感到兴奋。能够在比赛中击败所有对手，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王者。而博尔特经过这场比赛的历练，俨然已经具备成为下一个王者的潜质，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耀眼的闪电。如果我在一场大赛中打败了你，你就再也不会有赢我的机会。14岁的博尔特霸气地说道。2000年，博尔特看完迈克尔·约翰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比赛录像后，暗暗发誓他要成为像迈克尔·约翰逊那样的人，成为奥运冠军。但现实却很残酷，14岁的博尔特身高已经接近1.9米，而且比赛时背部松弛，膝盖过高，简直没有一点风格可言。准确地说，他并没有完美的短跑运动员身材，尤其是主项200米，只要一开始加速，那双大长腿就会让他的重心偏离，动作变形，这也导致他在地区性的锦标赛中多次输给同龄选手史班斯。为了克服这个难题，博尔特花了很长的时间练习和研究，最终得出了一条伴随博尔特整个生涯的战术：200米的前50米沿着跑道中间跑，然后再提高到最高速，切出内道，为弯道冲刺做准备。跑完弯道后再重新回到跑道中间，像被弹弓弹出的石子一样冲向终点。自从学会这个战术，博尔特200米比赛时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。当他再次面对多次战胜他的史班斯时，他把史班斯远远地甩
摆在了身后，这令博尔特更加坚信这个战术的正确性。这场比赛过后，他为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则，这条规则决定了他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对待比赛对手的态度。如果我在一场大赛中打败了你，就再也不会有赢我的机会。这是一套心理战术，也让博尔特有了冠军应有的心态。从这一年开始，胜利已经成为这个14岁少年的一个习惯。